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频道，我是杰克，我是 Winnie。那么今天呢，想来跟大家讨论一下，很时常哦，在我们 post 影片过后，就是有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生活的观众啦，他们都会问哦，如果我想要买一间房地产的话，我在新山买比较好呢，还是在新加坡买比较好？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蛮多观众询问的一个问题，但是我们的出发角度呢，是以我们自己的浅见，我们也给不到什么专业的一些意见，因为在新加坡的房地产知识我们是比较少一点的，不熟悉。OK， 那首先呢，最明显的那个差别就是在于那个物价方面啊。过一条桥哦，就已经是要接近3.5倍了嘛，所以在考量地方哦，价钱是会有蛮大的差别的。但是在 JB 一带啦，如果你是要讲 Lander 的话，新的会比较难找得到。其实是有的 Lander 新的，但是它都不靠近 CIQ， 会比较稍微远一些，大概是一个15到20分钟或者更远的路程。那么价位通常是会在什么价位呢？现在如果是讲差不多20分钟的那个车程的新的 Lander 的话来讲啊，至少都700-800千起跳。但是如果你不建议，就比较偏远的，就好像上一次我们有介绍过在 Meridian East 的那一区啦，就是在Kota Masai、巴塞古当那一带的话，还是找得到400-500千的，只是距离 CIQ 呢，大概是一个至少都要40分钟的车程。但是相比新加坡的，我们就拿 HDB 来讲好了，因为其实如果你要买私宅的话，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国籍身份都好，买私宅只要你有钱就买得到的。对。但我们这里我们对比的是新加坡的政府主屋，你要讲多少房哦，它的客厅也是算一个房间的。我们就拿最普通的啦，三房就是有2间房间跟一个客厅，对不对？他们就是叫 3 room HDB。但其实 actual 的话来讲呢，是只有2个房间内。但是在马来西亚这一边的话，无论是哪一个州都好啦，我们讲3个房就真的是3个房间，然后再加多一个客厅这样子。据了解啦，就是如果在新加坡你买二手的3房，也是要看地区啊。OK， 我只是给你们一个大概一个 range。之前我的朋友有买嘛，大概就是介于300-400千新币的这个价位，而且哦，它的年份啊，因为其实他们都是99年的，当他们买二手的时候哦，是已经剩下70-80年还是60-70年。如果你是要讲新的话啦，之前呢，我有一个新加坡朋友啦，他跟他老婆在香港买 BTO Build to Order， 这个可能对马来西亚的观众来讲有点陌生啦，但是你们可以去 Google 找一下什么是 Build to Order， 就是还是新的 HDB 还没有建好的，所以叫 Build to Order。然后他们在那边买的时候是好几年前的事情 ，COVID 之前，他们买的那一段期间啊，是将近400多千，就是4房式的，有3间房间加1间客厅。那时候呢，他买的价位哦是在400多千，但是现在哦 ，COVID 过后啦，他跟我讲那个价位已经飙到整600-700多千新币啊，而且是看你是什么单位的，这个就是那个价格之间的不一样的差别了。我觉得要看新港就是那一区的未来的发展。有没有些什么 MRT station 可能会建在附近，也是会带动那整个区域的物价的。其实就好像example 在新山这一边 RTS 这一边啊，就带动了整个在 CIQ 附近的周围的那个房价这样子。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要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第2个，你应该在新加坡买房，还是要在新山买房？未来的发展呢是很重要的。OK， 那如果我们讲到在新山未来的发展的话，以目前这样子看，就是最近最火红的这一个 RTS Link 哦，所以就导致了周边的那个房产的物价也逐渐的在上涨当中啦，也吸引到蛮多的，尤其是新加坡人，就是最近啦，都蛮多新加坡人跑进来这一边看房啊，要买房之类的 ，either for investment 或者是 weekend stay、holiday stay 这样子都有。他们过来这边新山看房的原因呢，最大原因就是第一个 point 哦，就是价钱，因为价钱跟新加坡的相比哦，3.5倍，新币非常的强，再加上他们对新山未来发展哦是有期许，而且是有期待的，所以他们才会决定在新山置房产。那至于新加坡呢，大家都知道，其实在新加坡算是一个国际大都会，所以如果你本身是觉得你比较喜欢在这种国际大都会，就是一线的城市，还有第一国家里面生活的人，在新加坡买房产是你们最好的一个选择啦。这个是依据我个人的一个浅见。再来呢，就是门槛。
就好像我该讲的，其实如果你本身是外国人，只要你有现金啊，或者是很多的财产在手的话，那其实不管你在哪里置房产哦，都是可行的，因为你就是有那个钱在那边。可是门槛这个东西哦，如果你本身是新加坡 PR 的话，那个门槛相对就会低很多，你就可以直接买得到新加坡政府主屋。你要相比新加坡的政府主屋跟新加坡的私宅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新加坡政府主屋他们在 environment infrastructure 这一方面啊做的是非常的好的。所以如果你在新加坡置房产的那个门槛，只要你自己本身是新加坡 PR， 又或者你转成新加坡公民，在新加坡置房产哦，这个门槛其实没有很高，主要是有现金就好了。在新加坡的话，那如果是讲在马来西亚的话，如果是说以我们马来西亚公民的话，基本上所有的房产都可以买，除了那一种可能 low cost 的政府主屋，它会有一些特定的条件，比如说你是first home buyer，然后还有你的薪水不能超过可能5000块马币之类的啊，它会有一个特定的 requirement。但是除了 low cost 那些房子以外呢，其他的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限制的。那如果是讲外国人要在马来西亚置房产的话呢，如果我是以新山作为例子的话呢，其实马币50万以上就可以买了的，但是只是限制于在公寓。这些公寓的话呢，也是只有特定的那一些项目得到政府的允许，才可以以最低50万马币起跳购买。如果是讲以其他的那一个房子的类型的话呢，就必须要马币100万以上才可以购买。但是100万马币，如果我们转换成新币的话呢，才大概300千而已，300千新币。其实300千新币在新加坡要买一间 HDB 也很难的啦，应该是这样讲。现阶段他们的那个房价哦也是涨到蛮高的，对，一直在上涨。所以为什么新加坡的租金也是起到那么的快，然后也越来越多人逐渐的搬回来新山这边居住，还有每天来回这样子。而第4个点，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地契的差别。如果要讲政府主屋的话，我在讲的是新加坡那一 side 啊，因为新加坡其实是地小嘛，他们全部都是往上的，所以他们地契哦，多数都不可能给到永久地契的，最多是99年而已。99年之后呢，就必须要强制收回来了。但如果你们要更加去了解这种地契的东西哦，我建议你们去找新加坡的 agent 会比较好，因为我们只是依据我们所知道的一些知识来跟大家分享。在马来西亚的话呢，大多数都是永久地契的，但有一些地方，比如说在新山的 Iskandar Puteri 的 Medini area 那一边，就是99年的。但是那一边的话来讲，外国人买是没有这个门槛的，不一定要那个物价100万才可以买，那一边就算是20-30万，基本上都是可以买的，只是那个地契会是99年，再加多一个30年而已，变成129年。那新山其他地方呢，可以讲说大多数啦，都还是永久地契的。那最后呢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点哦，其实是非常个人的，也就是你最终到底是想要在哪里生活，也就是我们2个的频道哦，个人的频道都一直会跟大家 share 我们的看法的。这个东西哦，讲到来其实就是最重要的，你自己的心在哪一个国家，心系哪一个国家比较多的这个点哦，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因为有些人哦，他们就是喜欢方便。如果你讲到在新加坡生活的话，不管是公共设施啊，它的便捷性啊，教育币值，也就是兑换率。如果你是在新加坡工作朋友，你现在一定是在等3.5的那个兑换率啊。现在是3.48嘛，距离3.5可能就多那1-2个星期的时间而已。然后有一些人会比较喜欢在马来西亚，就好像我这样子的话呢，我自己的个人观点，其实不一定要在新加坡啊，在马来西亚还是有很多的机会给我去发展的。因为怎么样讲，新加坡地小嘛，马来西亚其实还是纯属我个人看法啦，就是我觉得马来西亚还是有很多机会给我去发展。讲到来，就是要依据你们自己到底真正想在哪里生活，而决定你们要在哪里置房产，在新山吗？还是在新加坡？这个东西哦，我觉得是我们该跟你们分享的 point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点啦，你们要自己去好好的斟酌一下啦。没有对，没有错，因为这个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的。因为不管你在哪里生活，都是会有 give and take 的，只是这个东西看你们自己怎样去拿捏。那个 give 的那一方面哦，你们到底可以放弃多少？这个对比是你们自己要去做一个比较的。我们这里只是给到你们一些自己的浅见而已。
OK。To be honest 啦，还是有很多新加坡人，他们买了 HDB 之后，只要你 fulfill 那个 minimum occupation period，你过后也是可以在 overseas 买房子的，所以这个也不一定讲说我一辈子只能在新加坡买房，我一辈子我只能在新山买房。只要你有足够的现金，你新加坡的那个政府租屋满了那个 MOP 之后，你也还是可以回来新山这一边买房，没有问题的，是看你有没有现钱在手而已。对啊，如果你是马来西亚人的话，你在这里买了房子，就算你要在新加坡买房子的话，也是 OK 吧？对，就是你名下的房子，你转给你的父母，但是形式上那个房子还是你的啦。OK，好啦，所以我们觉得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啦。然后，如果你们想要找新山跟 KL 的房子的话，可以点击影片底下描述栏的链接来联系我们。那今天的影片分享就到这一边，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分享、点赞，还有订阅我们。那我们下一集影片见喽，拜拜。拜。